我偷偷扮成太监混入宫中，却不想满朝文武都能听到我的心声。上朝第一日，我揭露了户部尚书贪赃枉法的事，他当场被抓。上朝第二日，我痛骂了大周第一贪张公公，他被整顿。上朝第三日，我问系统大周第一副是谁，吓得他主动站出，要为国家捐钱捐粮。自此，所有人上朝时都胆战心惊，就怕被我 Q 到。我偷偷扮成太监混入宫中，却不想满朝文武都能听到我的心声。早朝期间，借着柱子遮挡瞌睡的我被文武百官的吵闹声吵醒。系统，他们一大早在那吵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讨论要不要出兵漠北呢？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不打等什么啊？没钱呗？钱呢？让人贪了呗？那就查贪啊！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见满朝文武都朝我看来，我立刻缩起脖子，怂道：怎么了？怎么了？大家怎么都看我？看到你瞌睡了呗？系统依旧是那件嘻嘻的语气，不是，他们上他们的朝，又没我啥事，我瞌睡会儿怎么了？看到陛下也朝我看过来，我当即吓得腿都软了。你过来！皇上突然伸手指着我说：哎呀呀，他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要砍了我吧？我吓得惊呼：别怕，本大仙会保护你的。系统云淡风轻地道：真的啊，大仙，你可一定要说话算话啊！随着我走出，大家都看清了，我明明没张嘴，声音却是从我身上传出来的，都惊奇的互相对视。我磨磨蹭蹭的挪到龙椅的台阶下，停住了脚步，抬头看皇上的意思，他指着自己龙椅右侧的位置道：再近点，站这儿。我无奈只能又上前走了几步，在心里哀叹道：不是吧，站这儿我还怎么瞌睡啊？皇上听到我的心声，在心中冷哼道：咋地？朕的朝堂难道就是你睡觉的地儿？你这太监当得比我这皇上还舒坦。接触到皇上不满的目光，我心中莫名一抖，赶紧转身站好，觉不敢睡了。我只能无聊地扫视下面的文武百官，却不小心捕捉到一个大臣抹眼泪的动作，顿时八卦之心燃起。嗨，系统，左边第7个老头怎么哭了？不会是吵架吵不过就哭鼻子了吧？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众人闻言都瞥眼，偷偷去看到底是哪个老头竟然干这么丢人的事儿，连皇上也忍不住看了过去。我正笑着，系统却说他是哭他女儿呢，户部尚书要砍他女儿的胳膊。闻言我直接惊得岔了气儿，什么玩意儿？户部尚书什么毛病？干嘛砍人家女儿的胳膊？还有王法吗？这下众人又都瞥眼去看户部尚书，户部尚书顿时心中大感不妙，也不是，这老头的女儿是户部尚书的儿媳妇，因为前几日落水时被一个侍卫拉了一把毁了清白，所以要么被休妻，要么被砍掉胳膊。什么啊？拉一把胳膊就毁了清白了，还残忍的砍胳膊？这老头必定不能同意吧？好歹自己也是朝廷命官，不至于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吧？他也没办法，这个时代女子贞洁大过天，所以他才哭啊，管他什么世道呢？我要是他，高低的上门去把户部尚书爷俩的狗脸挠花，霸气的甩下一句：我女儿我护着，然后把人接回家去，又不是故意出轨，只是不小心落水，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确实是明摆着欺负人，他落水是被陷害的。户部尚书的儿子看上了另一个姑娘，于是故意陷害自己妻子，好让新人进门。众人闻言都瞪大了眼睛去看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头低到了胸前，冷汗直流。啊，户部尚书什么家风啊？欺负人家一个弱女子怎么好意思的？我推断这户部尚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不错，他贪墨成性，最看不上亲家刚正不阿的样子，嫌弃他穷酸。而那个要进门的姑娘的父亲早就跟户部尚书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了，所以他默认了自己儿子的作为。哎呀呀，这些坏人真是气死我了！那姑娘的父亲也在这大殿里站着，对不对？是呗？你别说，你先别说，让我猜猜是哪个，我肯定能猜对。我跟你说啊，这种干坏事的人一般都面相奸邪，一眼就能。我正要大展神威呢，却见殿上一个老头忽然晕了过去。这人谁呀？怎么忽然就晕了？我惊奇，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呗。这要巧，不会是报应吧？是呗？朝堂顿时一阵骚动，几个在角落里站着的小太监立刻跑出来抬人，要不我们偷偷写封奏折，把他们的勾当报告给皇上吧。若是他们被抓，那个姑娘就能得救了。要写你写，别拉上我。哎，你还自诩大仙呢，怎么这么不讲义气？我又不是人，讲什么义气？哼，懒得理你，我自己也能行。一阵骚动过后，皇上和大臣又开始议事，我站得肚子咕咕叫起来。哎，我好饿啊，想吃大肘子。昨天张公公饭桌上有个大肘子，炖的那个色香味俱全啊，馋得我都流口水了。他却嫌腻不吃，直接让人端走了。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都是太监，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你跟张公公比，那可就是不自量力了，人家可是这大周朝第3有钱的人呢。我惊得瞪大了眼睛，他怎么那么有钱啊？他俸禄那么高吗？非也，他的钱跟俸禄没有1毛钱关系，每次发俸他都不屑要，直接赏给手下。他不会也贪墨吧？你觉得呢？我正聊八卦聊得入神，却忽见皇上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当即吓傻，惊慌地问系统：系统，皇上怎么这么盯着我看？是不是暗示你该下朝了？啊，这得我喊吗？第一次干这事儿有点慌啊。我回忆了一下电视剧里那些太监夹着嗓子大喊退朝的样子，也有样学样，清了清嗓子大喊道：退朝！闻言皇上无奈扶额，下面站最后一排的几个年轻官员集体笑喷，我被他们笑得头皮发麻。系统，他们笑什么？我哪里做的不对吗？下朝了他们开心呗，切，还国家栋梁呢，天天就想着下朝，何该拖出去打一顿。刚吐槽完，就见走在前面的皇上顿了步子，略歪着头用余光看我。皇帝心里冷哼一声道：你一个天天上朝打瞌睡的人，怎么好意思说别人的？我完全不知道皇上的心理活动，缩着脖子嚷嚷道：系统，伴君如伴虎啊。
皇上太可怕了，今天中午必须吃个肘子鸭呀。随着我右脚踏出大殿，我的心声在红叶帝耳中戛然而止。之后的一路上，他再没听到我的任何一句心声。他好像猜到了什么，让我伺候用了早饭后还是听不到任何心声，于是赏了我一盘酱肘子，让我走了。我人已经走到了门口，却听他朝我说道：“明日上朝还是你跟着？”我立刻应下，然后狐疑道：“奇怪啊，这不是吉祥的差事吗？怎么成我的了？看中你呗。”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顶着呼呼的北风和皇上一起来到了勤政殿。正在我热烈的跟系统讨论我该站哪里时，陛下头也不抬的朝龙椅斜下方的位置瞥了一眼，哈，收到。虽然心里万般不愿，我还是屁颠屁颠的站了过去。完了，又不能偷偷打瞌睡了，不知是不是错觉，我眼角余光镜瞥见皇上的嘴角冷冷的勾了一下。系统，皇上是在取笑我？我生气的问。是呗。系统痞气道。我站定身子，目光扫了一眼大殿道，哎。昨天晕倒的那个老头和户部尚书没来上朝，被抓了。真的？那位要被砍胳膊的姑娘呢？被他爹接回娘家了。皇上下旨赦免了他。皇上人还怪好的嘞。是呗。百无聊赖的我发现今天文武百官的排位有变动，一个高大魁梧的面生男子站在了第一排，原先站最前面的那个排在了他后面。皇上一落座就对着那人亲切道：“高爱卿回来了，一路辛苦。”那人上前一步跪下道：“臣惶恐，不辛苦，平身吧。有你是我大周之福，朕只要想到你还镇守在北方，心就安了。臣此次回京正是为漠北战事，恳请陛下允许臣出兵。”这谁呀？皇上怎么这么抬举他？我问系统。镇北王。哦，昨天他们就是讨论这事儿把我吵醒的吧？是呗。底下众臣闻言嘴角抽搐，合着我们还坏了你的好觉。你说皇上会同意出兵吗？不会。为什么？没钱没粮，也不是没办法，没钱就抓贪啊。哎，我问你，大周国贪最多的是哪个？我此问一出，满朝文武都竖起了耳朵。张公公呗。系统说。我惊了，你认真的？一个太监有这么大权力？不信我可以给你看，他的钱都藏在老张家坟地的一个地宫里，满满一宫殿金银珠宝。系统边说边给我播放了一下张家地宫的画面，我当场惊呆了。天啊，这么多，堪比国库了吧？那可比国库多多了，国库最充盈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半多。而且他这宝贝藏的也很讲究，按国家律例，就算抄家也不能抄祖坟，所以他这地方可保险了。啧，这老狐狸也太狡猾了。找个夜黑风高夜，咱们去给他挖了吧，然后拿来做慈善，你搬得动吗？你身为系统没点特异功能？呵呵，皇上不淡定了，胸口气得狠狠起伏了几下。你说我要是告诉皇上，他会不会去挖？他不要面子的吗？哪有皇上挖人祖坟的？假正经什么呀？有钱不要是傻子，又不是正当得来的，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用来保卫人民挺合适吗？你要是告诉镇北王，他或许会去。咋了？他不要面子的呀，他穷啊，每年为了补贴军用就差把裤子当了。别看外面光鲜亮丽的，苦茬子上都是补丁，是在座最穷的官之一了。听到此处，镇北王心里的小人大声叫嚣起来：“闭嘴啊，快闭嘴！你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我的苦茬子礼貌吗？他至于这么拼吗？也没人记他的好。不错，经理这些闲散贵人天天在皇上面前搬弄他的是非，就怕他活久了。这我熟，说他功高盖主是不是？差不多这意思呗。皇上信了吗？三人成虎。哎呀，这些人太可恶了，改天打仗得让他们冲锋去。你快告诉我谁这么缺德，我要在心里谴责他。听到此处，殿内说过镇北王坏话的人个个面如死灰，冷汗连连。最近蹦跶的最欢的就是禁军统领和林宰相了。哎呀，这俩不要脸的老东西，我好气，一定得把那坟地地址告诉镇北王，怎么也得让人穿条完整的苦茬子回去吧。刚刚还心存感激的镇北王顿时又抓狂起来，你俩能不能不要再提苦茬子的事了？我正思索着怎么在不经意间把地址告知镇北王时，下面有个小官员忽然站出来说道：“陛下，今年各地粮仓空虚，恐凑不出军粮。”闻言，一众大臣纷纷侧目去看这人，皇上和镇北王也同时赞扬的望向这人，心道：你是懂怎么解决问题的。我狐疑的问系统：泱泱大国粮食也没有，被人贪了呗？粮食也贪，皇上这都不管吗？他们就说这儿有旱灾，那儿有涝灾，不交粮。皇上身居宫中，哪里知道去？粮食也存不住啊，他那么多不发霉吗？卖呗，卖给谁？敌国呗。我大惊，这不就是通敌卖国吗？是呀，想问是谁贪的？太后呗。我无语，系统这家伙竟然学会抢答了。不是，你说谁？太后是有什么毛病吗？这可是他儿子的江山，他就这么霍霍？哎呀，这国家上上下下腐烂成这样了，还有救吗？暂时亡不了，各大世家都有大量存粮，若愿意捐出来也够打一仗了，能挺过一劫。缝缝补补又3年，是这意思呗？是呗。我正跟系统说的欢呢，却见陛下十分怨愤的眼神扫了过来。怎么了？皇上又怎么了？想退朝呗？我赶紧清了清嗓子，大喊道：退朝！我激情澎湃地喊完退朝，却见陛下完全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顿时慌起来，难道会错意了？皇上看我半晌，这才开口道：你去叫张旺财来，让他快点，你就别回来了，自去休息吧。我心中欢呼一声好耶，跑出了殿门。皇上看着我雀跃的消失的背影，无奈的摇摇头，再看向殿上的文武百官时，已是一副冷肃的模样。高爱卿，陈爱卿，臣在。2个武将说着出列跪地。一会儿人来了，你们直接拿下。是。出了大殿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给我想清楚。大殿上的秘密若是传出去一个字，杀无赦。是。一回声，
3回熟。第3天跟着皇上上朝，我已经轻车熟路了。一入朝堂，我就自觉地站到那个最醒目的位置，然后开始跟系统闲聊。看到依然站在大殿上的镇北王，我疑惑道：昨天我都把藏宝图告诉镇北王了，他怎么还不去挖？又不用他亲自动手，他的兵就在城外。张公公昨天被抓了，真爽啊！我正说着，忽然想起一件事，系统，咱们大周国最有钱的是谁？前天你说老张只排第3，我此话一出，站在文官第5排的陈大人立刻额角抽搐起来，他颤颤巍巍地迈出一步，抢先道：臣有本要奏。皇上冷哼一声道：爱卿请讲。臣愿意捐20万200银给镇北王当军饷。这人谁啊？这么大方？大周第一副。哦，他呀，不会也是贪的吧？非也，人家只是擅长经商。闻言，陈大人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默默摸出手帕擦额角的冷汗。陈家此番算是躲过了一劫，可京都其余宗门世家却依旧不安，于是他们都纷纷效仿，站出来表示要捐粮捐钱。见此情此景，我鼻子一酸道：系统太感人了，有这些为国为民的好官在，国家是不是有救了？是呗。我不知道的是，这群为国为民的好官心里都想着怎么用麻袋把我套了打闷棍呢。陛下，臣有本要奏。一个目光特别锐利的年轻官员踏出一步道。皇上笑眯眯地望着他，饶有兴趣地道：爱卿也要捐钱捐粮。那人顿时卡壳，半晌开口道：臣不捐。你难道不想为国家安定做点贡献吗？皇上明知对方想说什么事，却故意恶趣味地打断他。他只是看这个被称为大周第一神探的沈寒洲今天竟然也想走歪门邪道，依赖我查案，心中没有来的想逗趣他一下，恕臣无能为力。噗，这人怎么这么头铁，敢顶撞陛下？我笑喷。系统接话道：他的确无能为力。昨天他去查访人证时遇到一个孤苦的老太太，就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了。下个月发俸前，他自己都只能喝西北风了。他每月的俸禄基本都接济了贫苦百姓，自己饭都吃不饱。原来是个清官啊！是啊，寒门出身，一心为君为国，敬佩，多几个这样的官员就好了。可惜科考从先帝晚年期间就被世家掌控，寒门的科考之路受阻，能被提拔上来的越来越少了。不会吧？科考舞弊？我还以为科考是最公正严明的考试呢。下面管理科考的几位文官不知这2位小祖宗为何就扯到了自己身上，已经抖入筛糠了。皇上闻言心中冷哼一声，冷漠的视线扫了过去，等会儿就收拾你们。再看向站得笔直的沈寒洲，皇上的目光已经变得柔和。沈爱卿有何事要奏？新科状元灭门惨案不能成为悬案，臣恳请陛下允许臣重开卷宗调查。沈寒洲说完诚恳的下跪，朝着龙椅郑重一拜。听到悬案2字，我立刻来了兴趣。什么灭门悬案？上一届新科状元家在一夜之间惨遭灭门，但是一直找不到凶手，是3年前的陈案了。这凶手嘛，的确不好查，一夜灭门也太恐怖了，不会是得罪了哪个厉害的江湖门派吧？听闻我问出关键一句，朝堂上下众人都屏住了呼吸。非也，那是谁？你猜？这上哪儿猜去？你快说，别卖关子！我急道，没劲儿，告诉你吧，罪魁祸首是长公主。不会吧？长公主殿下跟他什么仇什么怨啊？竟把人家灭门了？没有仇没有怨，是爱。3年前，长公主对新科状元一见倾心，念念不忘。可人家已经有家室了，于是他就派人去杀了他的发妻。我等了半天没听到下文，惊奇地问道：只杀了发妻吗？不是灭门案，剩下的人是太后派人杀的。他发现了公主的所作所为，觉得公主行事不妥，怕被新科状元追查到，于是又派了一伙人直接把他家灭门了，造成了仇杀的假象，导致大理寺一直查不到真凶。啥？太后娘娘怎么子女犯错不去指证就算了，还助纣为虐？这是一个正常长辈能干的事儿吗？太后的确不是正常长辈，她这么做是出于对公主的愧疚和补偿。什么意思？其实长公主才是太后的亲生女儿。当年她为了巩固地位，把自己生的公主和齐嫔生的皇子偷偷做了交换。老天爷，所以皇上是齐太妃生的，是呗？听到这么炸裂的皇家秘密，我下意识转头去看皇上，却见他也正圆睁着眼睛看着我呢。我一时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戳系统。皇上怎么这么看着我？该下朝了呗！我赶紧站直了，张口就要喊，却被制止。皇上朝我伸手做阻拦状态，开口道：等等，你再站会儿。是。我赶紧应道。正好我也还没聊爽，于是顺势就又跟系统攀谈起来。疼女儿可以理解，但不至于这样草菅人命吧？作为太后，她这做法总让人觉得好像没把皇上这江山当回事呢，是不是？你说对了一半，她的确没把皇上当回事，但她是真想要这江山。我听了一个机灵，啥？她要称帝当女皇？那还不至于，暂时只是想毒死皇上，弄个奶娃娃听政。我惊，那跟称帝有什么区别啊？如果他有德有能有才也就算了，他那么坏，权势落到他手里还了得啊？的确了不得，但等他毒死了皇上，谁也拿他没办法。不行，我要阻止他。随你。不过就算当场抓住吉祥下毒，也扯不出幕后的太后。那怎么退朝吧？我一句话没说完，皇上忽然打断我说道。我赶紧大喊一声退朝，转头看皇上的脸色。你先回去，我处理点事情再回去。皇上面带疲惫地说。是。我应声离开。系统在我脑中见缝插针地道。吕轩、赵刚、王军3人为太后豢养私兵，从这3个人查就可以端了太后的老窝。你不早说，现在也来得及啊！我怎么告诉皇上？直接说呗。我思虑几秒，毅然转身跪下道：陛下，奴才可以跟您说句悄悄话吗？
皇上眼神一晃，道：好。我颤颤巍巍的起身，叽叽喳喳的把几人豢养私兵的事说了一遍。说完，我后退一步，看他的反应。皇上脸上没有惊讶或怀疑，半晌道：有出宫去沈家铺子买些桂花糕来，太后喜欢。啊，是。我说着要走，却再次被叫住。回来，我再跟你细细交代一下太后的喜好。皇上说着朝我招招手，跟招呼小孩似的。我赶紧凑过去，他也微微弯腰道：你去给我把吕轩、赵刚、王军的老窝端了。我脑子瞬间短路，我把张旺财的位置给你做。好，嘴比脑子快，我张口就答应了，然后才想起自己几斤几两。可是皇上不欲多说的样子，轻轻推了我一下，嘴角勾起道：去吧。哦，我愣愣的往外走，忍不住在心里惊呼：系统，今儿我要险中求富贵了，你能不能帮我借点天兵天将啊？不多，10万就够，到时候荣华富贵我分你一半。切，谁稀罕什么荣华富贵？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镇北王的兵就在城外，用他的兵符就能调。兵符在哪呢？我说着眼睛就往镇北王身上瞟，却见他正诡异地望着我笑。系统说点心铺子里。我顿时心情一松，哎呦，原来如此啊！皇上也真是的，明明安排好了，还跟我在这儿弄管。原籍公公且慢，众所周知，这沈家铺子是本王的家产，既是孝敬太后娘娘的，自是不能收银子。这是我的令牌，原籍公公拿着可以随意去取糕点。镇北王说着，把一块玉牌递到我手里，我了然地揣起玉牌，脚步都跟着轻快起来。可不想，当我走过沈寒舟身旁时，却被他碰了瓷。他一个大男人毫无征兆的就朝我倒过来，我好不容易才扶住他。哎呀呀，沈大人，您怎么了？我慌张道。他虚弱的伏在我怀里，要死不活地道：陛下，臣身体不适，头晕眼花，想搭原籍公公的马车归家，请陛下准许臣今日早退。准了。我一路扶着脚步虚浮的沈寒舟出宫上马车，就在我以为他要嘎了的时候，他忽然正襟危坐，整个人都好了。哎，我刚要开口说什么，嘴就被他的大手捂住。他一边虚弱地说着我没事，一边蘸了茶水在桌上写字给我看。看到我掩护你出成几个字，我才知道他的意图。我把糕点交给车夫，自己则带着沈寒舟去了医馆。系统，怎么乔装最万无一失？我问。穿女装呗，你妆容易变，效果堪称画皮。我立刻不认同道，哪有那么夸张？你脸盲而已。我先去隔壁乔装，你让王婶给你找套合适的衣服，我弄完就来帮你。沈寒舟说完去了隔壁房间，我趴在王婶耳边嘀咕了几句，他听完打量我几眼，然后捂嘴笑着点了点头，去给我找衣服。1刻钟之后，我和沈寒舟同时从各自房里出来，我认出了他，他却没认出我。他朝我问道：姑娘，刚刚那屋里的小公子去哪儿了？看他严肃模样，我忍不住逗弄一下。什么小公子呀？这屋里可一直只有奴家一个哦。沈寒舟闻言立刻退开一步，冷着脸转身就走。我赶紧上前扯住他的袖子道：大伯要找谁啊？奴家帮您找呀。不必了，姑娘请放开。他梗着脖子就要扶开我的手，我见他如此古板无趣，赶紧转换回正常的声音，开口道：哎呦，别闹了，是我啊。他这才转头仔细瞧我，这一瞧不要紧，他那张故意画成土黄色的老脸竟然透出了诡异的红。你是原籍公公？是啦，咱们快走吧，办正事儿要紧。我正了脸色，拉着他快速往外走。因为步速太快，我们迎面撞上了医馆伙计，他手里的药粉差点被撞翻，心里火大，朝着我道：你这丫头怎么能拉着你爹走那么快呢？老人家腿脚不便，年轻人有点耐心啊。沈寒舟闻言不淡定了，开口想解释点什么，我赶紧抢了他的话头道：是呢，大夫说的是，奴家知道了。说着像模像样的扶着人往医馆大门走。我俩顺利出城，鬼鬼祟祟的来到军营附近，守卫看到兵符，立刻把我俩请到了高将军帐中。几位将军正在帐中商量什么事儿，见进来2个生人，都沉默地盯着。见过高将军，大理寺沈寒舟。谁？高将军冷冽的目光在我和沈寒舟之间来回扫视，一副下一秒就要把我俩绑了审问一番的意思。沈寒舟一进门就自报家门，却不料对方根本认不出他，他赶紧伸手揭掉自己嘴上的大胡子，歉意地拱手道：抱歉，任务机密，做了些乔装。对方这才反应过来，豪爽地搂了搂他消瘦的肩膀，用力拍了几下，大笑道：原来是沈大人。树高谋眼拙，有眼不识金镶玉。高将军向帐里的各位将军一一介绍沈寒舟，之后目光落在我身上，迟疑道：这是弟妹吗？闻言我一个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沈寒舟赶紧红着脸解释道：高将军莫要玩笑，这是原籍公公出来给陛下办差事的。这回轮到那几人笑喷了，尤其是其中那个年轻的雷副将最过分，他指着我大笑道：沈大人你就别哄我们了，这位要是个公公，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儿。我闻言无语透了，跟系统吐槽道：这家伙怎么情商这么低啊？我是不是公公跟他娶不娶妻有什么关系？我立刻从怀中取出兵符晾在他们面前，看到我手中握着的兵符，这几人才终于歇了开玩笑的心思。我于是正色把此行目的跟他们说了一遍。高大人面色凝重起来，具体地点明确吗？这事儿得提前部署，他们肯定很警觉。明确，我指给你们，有地图吗？我问。有，公公这边请。高将军把我引到一处的桌旁，我看了一眼桌上铺着的大地图，已经很详细了，却还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先在地图上给他们指出了武器和兵士窝藏地，然后又拿纸笔单独画了2张地图。我画的地图详细到藏匿地点在街道的哪个位置，房舍有几扇门，什么武器分别放在哪个房间，3个头目分别住在哪里。对了，这3个头目家属的藏匿之处我也知道，最好也一起端了。太后最擅长用家人拿捏属下，咱们得先下手为强，要不然很难拿到口供。说着我又在地图上标注了3个院落的位置。画完，我对高将军说：我先乔装混进兵营，在他们的饭食里加上蒙汗药，等药效发作我就给你们传信，信号一发，武器库、兵营和家属区同时出击，确保万无一失。您觉得怎么样？在座的几位听完，
无不震惊地看着我，我被看得有点慌，怎么了？我哪里说的不对吗？高将军犹豫着开口道，这地图忒详细了些，元吉公公是亲自去过吗？高将军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肯定怀疑我了。我对敌方了解的这么细致，确实不同寻常，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正想着怎么扯谎，沈寒舟却忽然抢答道，将军们有所不知，元吉公公能耐大着呢，陛下和王爷都对他深信不疑，是不是啊？元吉公公，他这是拿皇上和王爷压人呢？我也只能尬夸道，是啊，哈，陛下说这次是成就封我做大总管呢。几人闻言皆脸色一变，那个高副将更是惊叫出声。见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自己身上，高副将不好意思地道，我没别的意思，只是一提起大总管就会想到张公公那样的老公公，这倒是。我也想象不出自己做大总管的样子，还挺期待呢。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入夜之后几个窝点都被顺利拿下，重兵把守了起来。我和沈寒舟跟着几位将军回营地时，天已经擦亮。我们一进营地，镇北王就迎了过来，他目光扫过回来的众人，焦急地问高义：元吉公公呢？王爷，奴才在这儿呢。我抬起已经不太听使唤的手，有气无力地朝他打了招呼。你怎么？他被我的女装打扮惊讶一瞬，当即上来搀住我询问：公公可有哪里受伤？没有，就是累，奔波一夜要渴死了。难以想象你们平时行军打仗到底有多辛苦。我实在累极，直接把身体重量都压在了镇北王身上。我们皮糙肉厚，都习惯了，快去给公公煮茶拿早点。镇北王笑着朝身边的侍卫吩咐道。雷肃这一仗打得快意，兴奋地对着镇北王道：王爷，您不知道，元吉公公真是料事如神，勇猛无比，他连那贼窝的藏酒地窖都知晓，孤身一人混入敌营，给那群瘪犊子下了蒙汗药，咱们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这元吉公公可真是……王爷，您那是什么表情？雷肃说的正起劲儿，却见镇北王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立刻歇了声，战战兢兢地站直。谁叫你们让元吉公公去冒险的？作为一个将士，你觉得你此番作为很光荣吗？镇北王冷肃的目光扫过几位将军，最后落在高义身上。老高，这是你做的作战计划？几位将军齐刷刷跪下，一个字都不敢辩驳。我赶紧出来解释道：王爷何苦怪他们？是奴才非要去的。兵士的命也是命，只要可以，自然要把伤亡降到最低。高将军没错，我也没错，若能避免将士伤亡，奴才这条命也算值了。听完，镇北王和那几位将军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向我，我心头发毛，跟系统吐槽，他们什么意思？觉得你英勇大义呗？有点心虚。我不过也就仗着你能保我安全，你还挺谦虚呗。早上城门一开，我、沈寒舟和镇北王三人就进城入了宫。因为时间略晚，大殿上文武百官和皇上都已经在了。我们三人匆匆上前跪地复命。我看诸位大臣都一副衣衫不整的样子，在心里跟系统吐槽，他们不会在这儿站了一夜吧？那倒没有，不过出了宫就被集中管制了，怕某些人给太后通风报信。哟，可怜兮兮啊！啧，我还没啧完，就听皇上问我去哪儿了。我赶紧抬头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奴才在这儿。你皇上辨认半晌，终于在震惊中确认了面前这个女装大佬就是元吉公公的事实。殿前失仪，你要倒大霉喽！系统贱兮兮的声音在我耳中响起。妈呀，忘了这茬，不要打我板子啊！我在心里惊呼一声，赶紧趴伏在地。我虔诚道：陛下，奴才此番乔装是为了深入敌营，今日着急呈上供状，就忘了先去更衣了。奴才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皇上扶额，心道这大仙也是的，把我说的多苛刻似的。无妨，起来吧，将供状呈上来。我小心翼翼地把供词交到皇上手里，心里傲娇道：嘿嘿，系统，这堪称史上最完美的供状了吧？上面写遍了太后生平所做所有恶事，堪比忏悔录。上到粮草卖给敌国哪位将军，残害了多少流民，下到给长公主和她自己找了几个面首都有记录，而且完全没有刑讯，直接一条一条说出来，让他们主动认罪的，是呗？殿内文武百官听到我这心声，无不冷汗连连，皆有种无所遁形的心虚感。虽说不是大奸大恶，谁又没做过几件亏心事呢？就连皇上都无奈扶额，现下大总管之位空悬，朕觉得原籍不错，不知诸位爱卿有没有异议？皇上问殿中众人，文武百官皆异口同声道：臣无异议。诸位心道：谁敢对他的事有异议啊？躲都躲不及呢。谁活腻了去招惹那小祖宗？而完全不知大家心声的我，在心里得意洋洋地道：系统，你看我这官员很不错呢，大家都爱我，恭喜系统，我可是史上第一位坐上大总管位置的伟大女性。我说，宿主，你是怎么想到的当一个太监呢？其他人都是当宫女。嗨，我文不成武不就的，没有古人功夫好，也没古人念书好，迫不得已才当的太监了。而且这个朝代对女性的限制太多，我见过比这个朝代女性更多的东西，感受过自由和独立，那我注定不会甘心只困于后宫宅斗。你不怕死吗？万一哪天你被发现了？当然怕，但是我总想做点什么。我那个年代的平等和平是许许多多人用血汗换来的，我享受过20多年的幸福，所以意外来到这里后，即使最后粉身碎骨，我也想提前埋下一颗火种。宿主，我是第一次那么敬佩你。哼哼，我若是告诉他们2000年后的世界，女子也可以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科考、做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一众官员面面相觑，大气不敢出。皇帝神情冷冷扫过众人，然后若有所思。我觉得他们会觉得你扰乱朝纲，把你以极刑处死。好了，你瞎说什么大实话，不要打击我的雄心壮志。如果女子也能被重用就好了。其实很多家族和朝代，如果能重用有能力的女子，可能就不会消亡的那么快。不知多少有才能的女子埋没在历史长河里。这倒是，就像如今的林宰相，他那几个儿子和侄子没一个成器的，一个比一个会败家，而他那个天纵奇才的大女儿却只能在夫家被恶婆婆和纨绔相公搓磨，明明没有同房，还天天拿无所出说事，要挟他拿嫁妆贴补家用。他大女儿很厉害吗？那是当然啊，如今大周
周文才能比过他的屈指可数。他5岁就能吟诗作赋，7岁熟读四书五经，人品高洁，志向高远，各方面都比很多自以为是的酸文人强无数倍。哎呀呀！太可惜了，我要是林相，就赶紧去把女儿接回来继承家业，把那几个败家儿子好好管教。时代就这样呗。哎，你再跟我说说，大周还有多少奇女子？镇北王的小女儿是他所有子女里最有将才的，运筹帷幄若天成，加以培养定成大器。刑部侍郎陈静的二女儿极有侦查天赋，与沈寒州或可一较高下，若查案绝对是一把好手。钦天监监正的大女儿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强，做户部核算妥妥的。城西肉店二女儿天生神力，是练武奇才。城外冷家村村长的女儿是难得的养马能手。陈太医的2个女儿，哎呀，这么多厉害的小姐姐不能发挥特长，于己于国都是浪费啊！你说我能不能偷偷弄几个进来当太监？皇上闻言无奈扶额，听听你在说什么，朕这皇宫早晚得被你搞得乌七八糟。系统冷哼，你可知什么是欺君之罪？无所谓了，如果可以能用我的死换取这些女性的前程，我愿意。不过受朝代所限，一切都要慢慢来。这边我心里叹息的同时，台下诸位被点到女儿的大人心里更是惊涛骇浪。林相更是一下朝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护卫直奔宁安侯府，直接把大女儿接回家中。1年后，朝堂通过了新科考的预案，4年级女性也可参加科考。我真心感叹道，红叶帝真的是一个好皇帝。放眼整个历史，他的种种改革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了。坐在龙椅上的皇上心里直接笑开了花，臭丫头，就你会夸？朝会后，皇帝单独留下我，原籍，朕要让你去办件事，此事若办得漂亮。他顿了一下，招我更近一些，笑容神秘道：“朕与你以女子之身入朝为官。”我震惊看着皇帝，陛下。他继续道：“近日朕收到密报，江南一带有官员贩卖私盐，搜刮民脂民膏，残害忠良清官，不少冤假错案。朕命你为巡查御史，待遇赐金牌，秘密前往江南，将江南的大毒瘤连根拔起。你可办得到？”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泪眼汪汪，感动得一塌糊涂。大总管虽好，可若以后能堂堂正正的作为一个官员出入朝堂，为天下百姓办事，又有谁不想呢？我高兴叩首奴才。啊不，臣领命。皇帝笑了笑，朕已经为你选好了帮手，出宫去吧。他又一顿喊出了我的名字，苏文清，你要为天下女子表率。我怔愣看着皇上，全身血液沸腾，感动坏了。我抱着皇上的大腿，没有形象的鼻涕眼泪横流。皇上嫌弃的扯回自己的袍角，挥了挥手走了。我捧着御赐的金牌傻笑了好一会，坏了，不会高兴傻了吧？瞧你这没出息的模样！系统嫌弃道。我一咕噜站起来，一蹦一跳的出了宫，就见几个人站在那里，2辆低调的马车停在宫门旁。走近了，发现是沈寒州和2个姑娘。沈寒州的脸微红，给我介绍2个姑娘。苏大人，这位是陈大人之女陈明月，善探案；这位是城西肉店二女儿石千君，功夫极好。我们3人此次随你。他越说脸越红，我忍者笑，装作恍然大悟的模样。沈大人，你是不是生病了？你乃国家栋梁，可要千万保重身体。说完，我拉上2个女孩，嘻嘻哈哈上了马车，几人快马加鞭朝江南而去。